谁能想到，刑侦痕迹专家仅凭一个不起眼微小的弹孔，就破解了11号无名尸身份的难题。根据张一文的持枪姿势和弹孔的位置来判断，他要击中的不是别人，正是11号。给出解释这人的身份可不简单，他的原型就是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。在他没来之前，秦川仔细琢磨了无名尸地上的人形痕迹，就是无名尸倒地的位置。他想不明白的是，尸体在房子的中间，周围没有任何易燃物，他为什么会是烧毁最严重的那个？思来想去，他很赞同韩局之前的观点，那就是无名尸极有可能是劫匪的同伙。如果他的推断是正确的，那么无名尸就是留在现场最大的物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，有这种可能？是，我是怀疑过。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，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，他们往自己同伙身上开枪，说不过去啊。这就是侦破工作思路的问题，而且这个观点他们也不是十拿九稳。就在僵持不下之时，省厅支援的专家组终于赶到了这里。这一次来的人不多，但个个都是刑侦大拿。专家们也没有废话，直接上手了案子。而曹忠树所扮演的崔道直就直奔谜团最大的11号无名尸的位置。曹老师，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。曹老师从进来一句话不说，他仔细的查看了8、9、10、11号尸体的位置，接着就走到了满是弹孔的墙边。一番查看后，曹老师就注意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弹孔。经验丰富且老道的曹老师一眼就看出这是5.4式手枪留下的弹孔。来，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。反了。秦川不明白曹老师这么做的目的，但是当曹老师来到8号张一文尸体位置的时候，似乎谜题就要解开了。也就在这时候，省厅来的法医尸检无名尸后，也有了重大的发现。无名尸的脸上一共被打了2枪猎枪，一枪在左脸颊，一枪在左眼。而省厅的法医割开人脸后，在右脸颊猎枪的枪眼里，又发现了一小段很光滑且特殊的弹道痕迹。这是手枪弹道，虽然只有一小段，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，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，手枪的弹道，这是。那么由此就得出结论，无名尸右脸颊的弹孔其实是中了2枪，一枪是手枪，一枪是猎枪，而头骨很坚硬，手枪的子弹进入人体后就受到了头骨的阻抗，从而使得子弹稍微改变了方向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上了。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，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。有了这个重大发现，曹老师当即招呼众人来到11号无名尸的现场，并且说出了以上观点。可当时在现场的保卫科长姜奎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一文被撂倒的。老郑，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。姜奎的问题很关键，现在只要搞明白张一文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，就能知道他打中谁了。当时长发劫匪击中张一文后，姜奎跟长发劫匪边打边退到了2楼，1楼的情况没人知道。不过当时的张一文是右胸部中了一枪，而且并不致命。张一文倒地之后，用尽全力往保干事开了一枪。也正因为这一枪彻底激怒了劫匪，导致劫匪在张一文的脸上补了致命的一枪。最关键的是，张一文不可能朝自己人开枪，那么他打的就必然是劫匪。紧接着曹老师就用弹道轨迹证实了这一点。秦川拿着皮尺在张一文倒地的位置，叶茂生在无名尸站立的位置，而曹老师则拿着皮尺的另一端对准了墙上的5.4式手枪的弹孔。根据张一文的持枪姿势和弹孔的位置来判断，他要击中的不是别人，正是11号。再结合法医解剖后的结论，那么就实锤了，无名尸就是劫匪的同伙。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一文的这一枪。韩局啊，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？11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。哎呀，这个张一文了不起啊，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。那曹老师啊，这11号中这2枪猎枪又咋解释啊？毁尸灭迹。做过案的朋友都知道，但凡你在现场走不了，那么你的同伙肯定会送你一程，这和无名尸被遗弃在现场是同一个道理。而劫匪对着手枪的枪眼开枪，第一是为了灭口，第二是为了破坏手枪的弹道，给警方的侦破工作带来麻烦。那按理说，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，而且
已经破坏弹道了，那为啥还要再补第2枪？而且还打在眼睛上？眼睛上的这一枪绝对不是随意的一枪，而是为了让警方无法辨认出模样，或者是他的左眼上有容易被人辨别的特征，这和劫匪纵火焚尸是同一个道理。11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？不能，谢局长，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，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。此人呢，年龄在25岁左右，身高呢在1.8米至1.85米之间，体态适中。不过呀，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，尸体的右上侧第3颗牙是树脂胶假牙。碎片化的信息组合到一起，无名尸的脸部特征就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大范围的排查以及查阅过往的卷宗，看能不能并案侦查。而韩局不想这么干等着，所以他认为可以向全市的老百姓发布悬赏通告。咱们再努力救这些人手，必须发动群众悬赏5万，5万可以吧？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？那么有了专家组的介入以及出现的新线索，警方能查到无名尸的身份吗？